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现金不再是王道，海外花钱的新规则。悉尼先驱晨报。随着非接触式支付和数位钱包的兴起，现金不再是国内或国际旅行者的王道。无现金支付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海外目的地的常规，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信用卡和转账卡，甚至像 Google Pay、Apple Pay 和 Suica 这样的数位钱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实物现金。即使在现金曾经未亡的日本等国家，这种趋势也在流行。Pasmo 和 Suica 非接触式支付卡现在广泛用于购买。交易费用仍然是一个缺点，但一些澳大利亚银行发行卡不收取任何费用。尽管通货膨胀、地震和艰难的种族，埃尔多安再次当选。纽约时报。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在总统决选中获胜后，又担任了5年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现在有能力加深他对土耳其社会的保守影响，同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将国家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埃尔多安的支援者赞扬他们的领导人发展国家并支持他们的宗教价值观，而反对派候选人凯莫尔基利克达罗格鲁声称选举在投票前是不公平的。埃尔多安在他20年的职业生涯中将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精英边缘化，并增加了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他还被指控将土耳其推向一人统治。埃尔多安作为美国北约盟国的推动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且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防空系统导致土耳其从2019年接收 F-35战斗机的计划中删除后，他与华盛顿的关系仍然紧张。只有埃尔多安知道他对土耳其未来的计划，这就是问题所在。英国独立报。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轻松赢得了土耳其总统选举，获得了52%的选票。这一结果将他的统治延长了1/4个世纪。据报道，埃尔多安面临共和党人民党领导人凯莫尔基利克达罗格鲁的强烈反对，他的民意调查率为48%。埃尔多安将选举结果描述为土耳其的新时期的信号。作为北约成员国和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该国的政治命运现在将受到进一步审查。朝鲜宣布发射间谍卫星视窗。日本时报。朝鲜已通知日本，他计划在6月9日至1日之间发射1颗卫星，这将是该国7年多来首次发射太空火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Kim Jong-un 于5月初访问了一家组装间谍卫星的工厂，并表示希望部署多颗侦察卫星来监视军事地点以及可能容易受到北韩攻击的目标。日本、美国和韩国认为卫星发射与导弹计划密切相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平壤被禁止进行弹道导弹发射。西班牙在地方和地区选举中摇摆不定。多伦多星报。西班牙保守的反对党人民党 PP 周日在地区和地方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而执政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下降了1.2个百分点。人民党赢得了31.5%的选票，比2019年增加了近9个百分点。而极右翼的 Vox 运动在地方议员中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选举结果对公众在12月大选前对执政的左翼联盟的情绪进行了令人担忧的评估，同时也表明对的区政党的支援率高于传统政党。德克萨斯州脱衣舞俱乐部停车场枪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枪手死亡。多伦多星报。武装安全人员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以西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外向顾客开火，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在诱惑歌舞厅内打架后，被要求离开后开始射击。在5月初发生的一起无关事件中，俱乐部被刺伤后有2人受伤。现专员曼尼·拉米雷斯正在寻求关闭俱乐部。里希·苏纳克警告说，价格上限将导致粮食短缺。英国每日电讯。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受到超市老板和内阁部长的警告，即对牛奶和面包等基本商品实行价格上限，
官员们希望这将控制通货膨胀，这可能导致食品短缺。据说内阁部长们也担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农产品供应商可能迁移到其他国家。自乌克兰战争结束以来，英国牛奶和面包等基本商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截至4月的一年中，价格上涨了创纪录的 19.1%。苏纳克敦促财政部在承诺到2023年底将通货膨胀率减半至 5% 后，找到降低食品价格的方法。泰铢因政治不确定性持续而面临更大压力。彭博社，泰铢对美元已连续第3周走弱，政治不确定性的幽灵阻碍了投资。对悬而未决的议会的担忧导致外国基金经理抛售股票和债券。虽然该国央行可能会在5月底的会议上实施全国范围内升息25个基点，但如果区域利率保持低得多，该措施可能对货币贬值影响不大。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泰铢可能会走低。英国的信任正在瓦解，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再忽视的危险。英国电讯报评论版，根据研究，英国1/4的人认为他们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一半的人说他们晚上独自走回家感到不安全。这些数位部分归因于对法律缺乏信心。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远景有信心，但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新的艾德曼信任晴雨表显示，在对企业、政府和媒体的信任方面，英国是世界上高收入和低收入受访者之间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较低的信任水准与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关，包括犯罪、较少合作的政治和孤独。旅游船在意大利湖上倾覆，至少1人死亡，有7个仍然失踪。多伦多星报，在一艘载有20多名乘客的旅游船被旋风击中，并在意大利的马焦雷湖倾覆后，1人死亡，数人失踪，19人获救，许多人设法游到岸边，而随飓风暴击续袭击该地区，救援行动仍在继续。这场悲剧发生在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几起类似事件之后。8月下旬，威尼斯附近的一起划船事故造成7人死亡，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起河船事故造成游客死亡。墨尔本地震120多年来最大。悉尼先驱晨报，据地震学家称，周日晚上震撼墨尔本的 3.8 级地震是该市120多年来发生的最大地震。澳大利亚地球科学报告称，地震发生在墨尔本西北边缘的森伯里附近，估计深度为3公里。超过22000人表示他们感受到了震颤，远在塔斯马尼亚州的霍巴特也经历了震颤。虽然周日的地震活动小于2021年震撼维多利亚的地震，但2021年的事件发生在墨尔本东北130公里的曼斯菲尔德和罗森之间。您的周一简报：美国债务限额协定。纽约时报，美国已达成协定，将债务上限提高2年，使其能够通过下一届总统大选。拜登总统和共和党众议员凯文·麦卡锡达成了协定，该协定仍需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无法保证该协定会被接受。财政部估计，他将在6月5日耗尽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可能面临其历史上的首次违约，并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该协定包括国内支出上限，但保护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退伍军人计划。这笔交易加强了拜登对两党合作的承诺，但使他自己党内的关系紧张。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